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经典8合1之大漠枪神燕双不对，是荒野大嫖，荒野大镖客，终于是念对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说这款游戏名字的时候，真的是大型的社死现场啊！而且是那么大的声音，毫不避讳的，当着好多的人，无论是嫖还是彪，我都是认识的呀。所以说念错的同学都站起来吧，去教室外边罚站吧。而且念错游戏名字不是个别的现象，这个真的很奇怪，好像突然之间遇到这个字就全民文盲了一样，大家都不认识，都约定俗成的把它念作嫖了。这款游戏的红白机版本出品于1988年，年代也是非常的早了。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的版本，街机的版本出品于1985年，这在同时拥有街机版还有红白机版本的游戏当中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一般都是街机版早1年，但是这款游戏中间隔了3年。我这里捡到了马，虽然我不喜欢有马的，但是马可以给你抵挡3次左右的伤害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还是骑兵吧。但是骑兵的情况下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和脑补能力。虽然咱们现在是有马的状态，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没有马。这里我换成了霰弹枪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把枪的价格是6000块。如果大家注意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当我在买这把枪的时候，我身上的钱是6600左右。所以这些万恶的资本家呀，你有多少钱，他基本上是刮着地皮给你留个饭钱。万万没想到啊，原来30年前我就已经被大数据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。但是这里我没有买通缉令，而是自己打到了隐藏的。这款游戏的特色就是只有你有通缉令的情况之下，你才能够打 BOSS。但如果你买通缉令的话，是非常不划算的，因为每关的 BOSS 的赏金乘2才是通缉令的价格。第一关的场景叫做希克斯维尔镇， BOSS 叫做土匪比尔。这款游戏的剧情就是围绕着希克斯维尔镇展开的，主人公来清除盘踞在镇子周围的温盖特帮。第二关巨石阵， BOSS 是园丁，使用的武器是回旋镖。大家注意一下每关 BOSS 的赏金，第一关的赏金是10000块，第二关是12000。当大家看见第3关和第4关 BOSS 的时候，就会陷入疑问，为什么到后面的 BOSS 的赏金反而比第3关的要低？这是因为红白机的版本打乱了街机版的关卡还有 BOSS 的顺序。因为街机的版本一共有10关，流程上要比红白机长一些，但是游戏的元素反而是比红白机要少，并且街机版是竖屏的。这里出现了商人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匪徒非常讲武德呀，从来也不抢商人，只顾着对我开枪，不抢平民，只抢赏金猎人，这才是纯纯的匪徒啊！我这里8000块买了一个护身弹，护身弹的作用是咱们被击中的时候，自动发动一个全屏的攻击。
算是能够抵挡一次翻车，但是它的子弹数只有1发，而且你买完了枪之后，你需要再捡一个弹夹，或者再买一个弹夹，它才能够发挥作用。这里又买了马。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赚的钱一般都用来买马，没有马的情况下就带着护身弹。你如果贯彻这个玩法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游戏也不是那么难。地上的炸弹也可以捡起来的，10块钱。这真的是高风险低回报啊！本关的通缉令我也拿到了，这样的话到前方就可以打 BOSS 了。不然的话，游戏的场景会不断的循环。但是反过来想，只要你资源充足的话，你反而可以攒很多的钱。本关的 BOSS 其实不强，因为他扔出的回旋镖是可以用子弹来打消的。武器一共是有4种，我现在只有2种，剩下的后面咱们再慢慢攒钱。因为每关你都会遇到至少2个商人，一个是卖枪的，另外一个是卖马、卖子弹和通缉令的。第3关，科曼奇村 ，BOSS 是魔鹰，武器是火球。本关的 BOSS 赏金竟然高达25000，但是第3关的难度也很高，本关就需要多利用到霰弹枪了，因为经常会有敌兵从后面上来。并且我感觉第3关的流程也是比较长的。我刚刚捡到的道具是靴子，靴子和枪都是最大能够升到4级。我这里把自己的护身弹撞掉了，然后再买一个，就等于主动的施展了一次全屏的攻击。但是主动清屏的这一下很贵啊，8000。这种牛头捡了之后会降低咱们的靴子还有枪的等级，所以说不要搞牛头啊，牛头不好。我是纯爱党，思想纯洁着呢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做过同样的梦，就是你做梦开车，我的天，这车开的已经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了。就是当你做梦开车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你的刹车失灵了，你的车怎么也刹不住。当然了，现实当中也有点刹不住。这个梦境就非常奇怪，我最近问了几个人，竟然都做过这个梦。所以我就想小范围的调查一下，看看对于30、40岁的男人来说，这样的梦境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里边留言。没想到吧，看个视频还接到了一个调查问卷的支线任务，所以说这个视频上面是带着问号的。第3关打了有一半了吧，咱们的马又搞到手了。本来是不喜欢有马的，结果全程都是有马的状态。这就是理想还有现实的差距啊！
霰弹枪也是可以往前射击的 ，A 和 B 一起按就可以，角度会更正一点。使用霰弹枪的时候就要注意收集打出来的弹夹，否则很快就会射光了。你没有子弹了，你就射不出去了，需要补充的。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，对吧？刚刚也搞到了本关的通缉令，这里好多的桶。牛头不要管，离它远一点。有的小伙伴问红色的这种风车是什么效果？应该是加比较多的分数吧，大概是1000分。蓝白相间的是无敌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个时间真的比较短，不持久。BOSS 战了，把咱们普通的枪掏出来。这个 BOSS 的火球的攻击范围比咱们的射程要短，所以说难度不高。这就告诉咱们，射程一定要远啊，枪一定要长一点。打完之后25000到手，这个家伙好像是前5关里边赏金最高的 BOSS。第4关死亡山 ，BOSS 是一个忍者。因为游戏发生的年代是1849年，咱们在美国的西部的荒野里边见到这么多的忍者，也算是一个奇观了呀，一点都不科学。忍者的攻击方式除了手里剑之外，还能把他们的忍刀掏出来，然后上来砍人。我身上有7万多。那就不要客气了，把机枪还有麦格农都买着。机枪的射速主要是快，麦格农的攻击力比较高。每种枪的最大弹药数是不一样的，霰弹枪是120，机枪是400。但你别以为400很多，因为它射得快。这里捡到了一个无敌，还浪了一会儿。麦格农的弹药数应该是100，但是麦格农的射速慢，感觉比普通的最开始没有升过级的枪还要慢。这里差点把马错过了呀！护身弹的弹药数只有1发，但是护身弹的枪应该是最贵的，8000块只有1发。骑着马心里托底多了，因为不会被秒杀呀。这里有一个隐藏，无敌就不开枪了，直接上去撞。游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设定，就是当你和敌方的小兵发生碰撞，也是会掉一条命的。没想到一个赏金的枪手这么脆啊！本关最大的问题就是身后经常出敌兵，而且数量非常多。遇到这种有山体的地形，移动的范围还受限。从2个牛头的中间钻过来了，牛头的风险真的是太高了呀！
这个世界人心不古啊！很多小伙伴说这里可以用麦格农来打，但实际上忍者的移动速度非常优秀，用麦格农的话很难抓住它，反而容易浪费弹药、浪费时间，所以最好还是用霰弹枪。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系列领赏金的时候，比玩荒野大镖客可是兴奋多了。第5关的 BOSS 也是2万的赏金，所以说第3关 BOSS 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重要。第5关的场景是下盐河，所以说有很多的水面的地形。这个地形最讨厌的一点就在于，咱们下河的时候和上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时长还是比较长的，加上本作的游戏节奏比较快，所以说相当的危险。把无敌混到手，等待着第2个商人的出现。出现之后就可以买马了。本作的难度曲线还可以，从第3关之后，玩家就需要集中精神了。我估计从第3关开始，就有很多小伙伴开始留言，上面写着"当年止步于此"。咱们又有马了，这样的话本关又稳了。刚说稳了就打我脸，我好像接到了一发子弹。好吧，稳了，但不是很稳。河里藏着好多的人啊！这里为什么我拖到最后才捡到那个清屏的道具呢？是因为我想测试一下水下的人，如果我不捡这个东西的话，能不能憋死？拿到了通缉令，这里马上就会面对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叫做胖乔，武器是炸弹枪。我把机枪拿出来了。他身上是穿着防弹衣的，正确的说是防弹的护甲，所以他的血量比之前的 BOSS 都要多。游戏这里还做了一个细节，当 BOSS 被打倒躺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身上的护甲已经碎了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了，看一下他的赏金，3万块，终于是比第3关的 BOSS 要多了。但实际上本关要打2个 BOSS， 每个 BOSS 才合15000啊。所以说这款游戏赏金最高的敌人就是第3关的 BOSS 魔鹰。第6关的场景是温盖特堡，就是温盖特家族的老巢。来到本关，你就会发现咱们的资源非常的充足。几种枪的弹药都非常的充足，
而且身上有11万左右。本关的通缉令才6万。买完马之后，还有闲钱可以买通缉令的。其实我还是推荐买，因为本关通缉令的位置不太友好，进去的时候再出来很容易被打。这发护身弹起作用了，给我提供了走位的勇气，不然的话，一发子弹就翻车，很多时候就会变得畏首畏尾。卖马的老板娘来了。希望这匹马可以坚持到通关。本关有个小技巧，就是可以向后拖着屏幕，让从身后出现的敌人走位的时候卡在墙上，不会对咱们造成什么威胁了。但实际应用的时候，因为前方也会出敌人，所以说最好是拿着霰弹枪。左边的这个红白相间的风车我就不捡了，因为旁边有一个牛头。现在身上的钱是不少，可惜游戏可以买的东西就这么几样，没有消费的地方。这里就能够拿到通缉令，但是我在进去的时候被打了一枪。距离通关应该是不远了。左边这个弹夹我捡的也非常的小心。游戏非常的坑，为什么要安排这种捡了之后会降低玩家属性的道具？小的时候也不懂，打出来东西就想捡，感觉没捡就算丢。前边的广场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打这两个 BOSS 把麦格农掏出来，咱们威力最狠的枪。这个枪的射速不是很理想，但威力真的是可以，点射就成。干掉了一个，弹药数肯定是够的。这个 BOSS 应该是攻击的倾向最明显的了，一直在开枪，可惜同样的射击的范围没有咱们广，射的不够远啊。这样的话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经典8合1之荒野大镖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后面的剧情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